奶团子才3岁，就成了地府最捣蛋的小阎王，每天不是骑着牛头马面在天上飞，就是在生死簿上画乌龟。然而身为鬼界小祖宗的他，刚来到人间的第一天，竟就差点被老爸关进警察局，气得奶团子当场炸毛。竟敢对本王不敬，信不信我把你们都抓到地狱去烧锅炉？只因他这次从地府溜出来，就是为了保护自己转世到人间的老爸。没成想这位高冷霸总压根不信他的话，反倒把他当成了招摇撞骗的小骗子。为了证明身份，林妍妍朝着半空脆生生喊了句：“你跟我过来！”话音刚落，一道红衣女鬼的身影显现，先是愣了愣，随即满脸凶光，眼角还淌下2行血泪。林妍妍吓得赶紧闭眼，说出来实在丢人。她虽说是小阎王，却打心底里怕鬼，倒不是打不过，纯粹是好多鬼长得太磕碜，实在辣眼睛。不怕不怕，就当是颗大白菜，尽管放马过来。小家伙给自己打气，可便宜老爸陆成渊以为他在叫自己，便俯身凑近了些。就在红衣女鬼猛扑过来的瞬间，林妍妍抬手就是一巴掌，啪的一声脆响，红衣女鬼直接被拍在窗户上，瞬间烟消云散。而陆成渊的右脸上也结结实实的挨了这一下，空气瞬间凝固，所有人都呆呆盯着平时高冷禁欲的陆总，脸上那个红彤彤的小手印格外显眼。始作俑者林妍妍却一脸得意，小脑袋上的呆毛还跟着晃了晃。2秒后，陆成渊咬牙切齿：“小屁孩，不许叫我小屁孩，我叫林妍妍。”小团子歪着脑袋，奶声奶气的反驳：“爸爸，你要相信我，我真的是你女儿呀！我知道你最爱吃棉花糖，看文件时总爱咬指甲，晚上睡觉还会磨牙呢。”他一股脑把从生死簿上看到的小秘密全说了出来。陆成渊的脸色越听越黑，二话不说抱起林妍妍，在一众下属怪异的目光中，匆匆冲出了办公室。这孩子太不对劲，必须派人好好查查。可怀里的小团子还一脸乖巧：“爸爸，现在相信我，能保护你了吧？这是要带我回家吗？”看着他软乎乎萌哒哒的模样，陆成渊莫名有些心软。他本想说滚开，可话到嘴边却变成了好的。不把他带回家，难道让他到处跟人说自己爱咬指甲的糗事？没多久，陆成渊开车回到别墅，把林妍妍交给管家后，就匆匆上楼打电话安排调查。可林妍妍半点不慌，就算做亲子鉴定，她也是货真价实的陆家千金。管家终于从总裁突然多了个女儿的震惊中缓过神，慈爱的摸了摸小团子的头：“小家伙饿坏了吧？想吃什么？爷爷让厨房给你做。”一听到好吃的，林妍妍眼睛瞬间亮成小星星，一口气爆出一长串菜名：“我要吃糖蒸酥酪、桂花糖蒸栗粉糕、玫瑰酥，还有雪糕炸串、可乐薯条、甜甜圈。”这些可都是黑白无常跟他念叨过的人间美味，他早就馋坏了。管家咽了咽口水，连忙应道：“我这就去让厨房想办法。”就在这时，林妍妍忽然微微皱起小眉头，一阵若有若无的嘤嘤哭声传来，透着浓浓的绝望。作为小阎王，他此次下凡还有个任务，驱除人间邪祟，还这片土地一片净土。想到这儿，他跟管家打了声招呼，就朝着后院跑去。看着他鬼鬼祟祟的小身影，管家忍不住笑了：“这小丫头怎么跟要去抓鬼似的？”别墅的后院大得惊人，说是另一个小天地也不为过。林妍妍绕过一大片树荫，探头一看，顿时吓了一跳。在常人眼里清雅别致的后院，在他这位小阎王眼中却是黑雾弥漫，显然是常年被邪祟盘踞的模样。他心里泛起嘀咕：按理说，陆成渊天生自带帝王之气，容易吸引鬼怪，遭遇祸端也在所难免。今天那个红衣女鬼就是例子，可为什么陆家后院的邪气却更重？林妍妍想不通，但还是壮着胆子再往前探了探。只见院子里有个小胖子，正对着空气哭得撕心裂肺。看着他那副傻样，林妍妍忍不住偷偷笑了，眼睛弯成了月牙，还有点幸灾乐祸。这小胖子该不会是被鬼欺负了吧？这儿的鬼也太坏了。他正准备挺身而出救人，小身子却突然顿住了。后背的小兔子背包好像碰到了什么东西，林妍妍后背一凉，缓缓伸手往后摸了摸，却什么也没摸到。他大着胆子回头，正好对上一双阴冷的眸子，那眼神跟毒蛇吐信似的，比之前的红衣女鬼好不到哪去。林妍妍吓得一哆嗦，头顶的呆毛都竖了起来。人间也太吓人了吧！黑白无常骗人，他们说人间又好吃又好玩，全是谎话。等回去非要把这俩家伙关禁闭不可。你是谁？对方开口，声音清澈却带着一丝凛冽，好像是个人类。林妍妍终于松了口气，可眼前这少年身上透着一股莫名的阴冷，跟他从前在地府阴阳镜里见过的仙界上神有几分相似，他还是不敢完全放松警惕。好在这时管家走了过来。妍妍怎么跑这儿来了？跟爷爷去吃饭啦！随后又恭敬地对少年点了点头。少年收起周身的冷意，我一会儿就回去。看着管家抱着林妍妍离开，少年的目光却没收回，周围的黑雾开始在他身边盘旋。若是林妍妍还在，保管会被这场景吓哭。回去的路上，林妍妍从管家口中得知，这少年名叫陆浩宇，是陆成渊收养的儿子，也算他的便宜哥哥。别看这位哥哥长得斯斯文文，实则不好惹。刚才那个小胖子是附近的小霸王，就被他收拾得服服帖帖。林妍妍一边听一边缩脖子，觉得自己以前在地府的调皮捣蛋，简直不值一提。人间也太可怕了！我想回地府。可等看到饭桌上琳琅满目的美食，小家伙瞬间把所有担心抛到九霄云外，大口大口吃了起来。哇呜！人间怎么有这么多好吃的？我早该来的。夜深了，所有人都已入睡，只有陆浩宇独自坐在昏暗的客厅里。一道血红的身影突然出现，正是白天被林妍妍打跑的红衣女鬼。此刻他没了面对林妍妍时的嚣张，反而显得有些瑟缩，连自己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儿都不知道。陆浩宇看着他，眼神一迷：“你是跟着陆成渊来的？”女鬼缩了缩脖子：“我生前就爱慕陆总，为了跟踪他出了车祸，
所以一直缠着他。没想到今天被那个小女孩发现，一巴掌差点把我打得魂飞魄散。陆浩宇原本漫不经心的眸子闪了闪，似乎在琢磨他的话。半晌后，他对着空气吩咐：“青瑶，去查查那个小奶团子，试探一下他的实力。”一道青黑的身影领命而去。陆浩宇脸上露出一抹诡异的笑容，仿佛找到了一件心仪的玩具。而此时的另一间卧室里，已经睡着的林妍妍突然觉得有点冷，她伸出小胖手拽了拽被子，嘴里嘟囔着：“怎么跟在冥府一样凉飕飕的？”声音太小，刚潜入房间的青瑶并没听清。看着被子上隆起的小鼓包，青瑶突然生出一丝大人欺负小孩的愧疚。可陆浩宇的命令她不敢违抗。青瑶轻轻叹了口气，这声叹息像一盆冷水浇在林妍妍头顶，让她头顶的呆毛瞬间立了起来。小团子心里犯嘀咕：大半夜的，怎么会有人在我房间？该不会又是可怕的鬼吧？看着被子下面细微的抖动，青瑶忍不住笑了。这小奶团子倒是挺敏锐，她故意逗弄似的勾了勾手，被子缓缓从林妍妍身上滑开，露出穿着兔耳朵睡衣的小团子。青瑶飘过去，脸都快贴到枕头上了。林妍妍长长的睫毛轻轻颤动，显然是在装睡，心里还在疯狂自我安慰：只要我不睁眼，鬼就吓不到我。太过分了，这鬼怎么还戳我脸？我小阎王不要面子的吗？就在这时，林妍妍突然想起，黑白无常说过会通过阴阳镜看她的表现，要是让他们看到自己这么怂，岂不是要被笑话死？不行，绝对不能丢这个脸。林妍妍瞬间鼓起勇气，猛地睁开眼睛，看清对方后眼睛一亮，哇，原来是个好看的大姐姐啊！小身子立马不抖了，反倒把青瑶吓了一跳。青瑶定了定神，冷冰冰地问：小娃娃，你看得见我？林妍妍都想翻白眼了，怎么每个鬼说话都这么阴森？她有点不爽，气鼓鼓地抱着胳膊：你是谁呀？为什么要吵我睡觉？青瑶愣住了，不明白刚才还吓得瑟瑟发抖的小奶团子怎么突然就不怕了。不过他的任务是试探实力，也不废话，指尖凝聚一道黑气朝着林妍妍射去。这黑气若是碰到普通人，就算不身体腐烂也得浑身紫黑，可黑气碰到林妍妍，却像溪流汇入大海，半点波澜都没有。青瑶脸色凝重起来：你到底是什么人？不对，你难道不是人？这话直接戳中了林妍妍的爆点，她瞬间炸毛：我怎么不是人了？我当人当得可好了，吃完小点心都会乖乖刷牙。像只被踩了尾巴的小猫，她伸出小胖手拍在青瑶手上，直接把青瑶的手打散了，随后叉着腰气呼呼地问：你到底来干嘛的？难道也是来查我爸爸身体的？青瑶没想到这奶娃娃脑回路这么清奇，忍着剧痛咬牙道：我对你爸爸没兴趣。林妍妍一听，小身子猛地一抖，不对爸爸感兴趣，难道是对我这个小奶娃感兴趣？这女人该不会是个变态吧？她小脸一红，抬手就要再教训这个臭臭人。见状，青瑶赶紧化作一缕青烟，瞬间消失不见。林妍妍气得包子脸都皱在了一起。坏人，这个家里好多坏人，还有黑白无常也是大骗子，居然给我安排了个小奶娃的身份。她委屈巴巴地爬上床，没办法，她还是个宝宝，不睡觉会长不高的。迷迷糊糊中，林妍妍梦到了地府的冥王爸爸，也就是陆承渊这具人间分身的本体。小家伙更委屈了，嘴里喃喃念叨：妍妍好想你啊！一边说一边翻了个身，小胖手还在空中挥了挥，啪的一声，正好拍在半夜溜进来的陆承渊脸上。陆承渊简直要崩溃，为什么一靠近这个小奶包，我就这么倒霉？要不是刚才听到小奶包说想爸爸，他肯定把人摇醒，好好教训一顿。可现在他只能忍着。目光瞥见林妍妍枕头旁掉落的一根头发，他赶紧捡起来塞进袋子里，转身离开。他这次来本来就是为了拿这根头发做亲子鉴定，绝对不是担心小家伙踢被子，因为半夜的小插曲。第二天一早，陆承渊的脸还是黑沉沉的。陆浩宇看到他脸上的抓痕，那指甲宽度明显是林妍妍的，嘴角不由得勾起一抹阴恻恻的笑。看来这小奶团子还真是个意外之喜。可林妍妍这会儿没心思怕他，他发现陆承渊身上的黑暗气息越来越浓了，自己可是来保护爸爸的，绝对不能让他出事。于是，在陆承渊拿起外套准备出门时，林妍妍一把拽住了他的裤子。陆承渊低头，就见小不点正仰着脑袋看着他，他脸色一沉：干什么？快放手！我要跟爸爸一起去上班，你不带我去，我就跟管家伯伯说，爸爸喜欢一边洗澡一边学小猪佩奇叫。话音刚落，陆承渊一把将他捞起来，夹在胳膊底下就出了门。林妍妍脑袋朝下，蹬着小短腿反抗。完了，这形象要是被黑白无常在阴阳镜里看到，那里子和面子可就全没了。好在一路上没遇到什么不长眼的鬼。很快，陆承渊就带着林妍妍来到了公司。坐总裁专用电梯到顶楼办公室后，他把小奶团子丢在沙发上，就自顾自看起了文件。可他没发现自己身后正站着一个浑身滴水的人影，地面都被浸湿了。那人缓缓俯身，长长的舌头几乎要碰到他的肩膀。林妍妍赶紧把小脑袋缩进兔耳朵帽子里，尽量降低自己的存在感。根据昨天的经验，只要他不看不说话，对方大概率不会注意到他。爸爸到底是什么体质啊？怎么总被这些东西缠上？真不知道他以前是怎么活下来的。转念一想，林妍妍又明白了，以前阎王爸爸还在地府，能护住人间的分身，现在爸爸不在了，就该轮到我来保护他了。想到这儿，林妍妍给自己鼓了鼓气，勇敢地抬起了小脑袋。可此时那鬼影已经走到陆承渊面前，一张恐怖的脸离他越来越近，长长的舌头还卷了起来，像是要缠住他的脖子。林妍妍忍着害怕跑过去，手脚并用地爬上陆承渊的腿。别闹，老实点。陆承渊有些嫌弃地按住他的小脑袋，却还是用胳膊圈住他的小身子，怕他掉下去。林妍妍假装没看到鬼影，小拳头却攥得紧紧的，随时准备动手。因为太紧张，他完全忘了手里还攥着管家塞给他的小红软糖，这会儿已经被捏得变形了。眼看鬼影的舌头就要碰到陆承渊，林妍妍抬手就是一巴掌，径直穿过鬼影，拍在了陆承渊正在看的文件上。阎王之力可不是普通鬼魂能承受的，这一巴掌直接把鬼影打成了一滩水。滴答滴
林妍妍得意地缩回小手，文件上留下了一个粉白色的小手印，还带着草莓牛奶的香味，空气瞬间凝固。陆成渊只觉得脑门青筋直跳，太阳穴嗡嗡作响。这败家小团子除了给我捣乱还会干什么？正要发火，江助理刚好敲门进来，陆成渊直接抬手一抛，把小奶团子丢进江助理怀里，给他准备点零食玩具，别让他来烦我。还有，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袋子，把这个送到鉴定中心做亲子鉴定，要最快的结果。江助理的八卦之魂瞬间熊熊燃烧，昨天就觉得总裁不对劲，原来这小奶团子真是总裁的女儿，不知道是哪位女壮士拿下了这座冰山。而此时的陆家后院，陆浩宇坐在窗边闭目养神，一个黑影正附在他耳边低语。听到陆成渊办公室刚刚发生的事情，陆浩宇才缓缓睁开眼睛，目光扫过周围的黑影，倒是有点本事，每天都能带来点惊喜。他对着虚空摆了摆手，一个青面獠牙的身影立刻半跪在他身后。青兰，安排人手不断去骚扰陆成渊。另一边，林妍妍抱着江助理准备的兔子玩偶，玩着玩着就睡着了。再次醒来时，已经躺在一间宽敞的休息室里。他手脚并用的从沙发上爬下来，想去开门，可小短手根本够不到门把手，而且休息室的隔音效果太好了，他的小奶声根本传不出去。折腾了半天，林妍妍只好放弃，气呼呼地坐在门旁，掏出黑白无常给他的冥界手机，打算好好骂这俩家伙一顿。可刚打开手机，他就发现一条未读消息，用小胖爪点开后，眼前出现一道光幕，上面是一行行冥界文字。根据黑白无常的调查，有一股神秘势力在暗中针对陆成渊，只是时间太短，对方又格外谨慎，暂时还没查到更多线索。林妍妍的包子脸瞬间皱成一团，爸爸果然是惹到麻烦了，真是让人操心。而办公室里的陆成渊眉头也拧成了疙瘩，他正在看林妍妍昨天闯进办公室时的监控录像，却发现那段时间的监控全是雪花点，跟失灵了一样，什么都没拍到。难道是有黑客入侵了公司的监控系统？这时江助理敲门进来，把亲子鉴定报告递了过来。看到报告上父女关系概率99.99%，陆成渊简直怀疑人生。他可以肯定自己从没交过女朋友，难道是有人暗中算计？可不管怎样，孩子是无辜的。想到这儿，他起身走向休息室，一开门就看到一个小身板直挺挺的倒在地上，原来是林妍妍靠着门，不知不觉又睡着了。陆成渊嘴角抽了抽，这真的是我女儿，确定不是头小猪仔。得知陆成渊有了亲生女儿，陆老爷子马不停蹄地赶到了别墅。一见到林妍妍，老爷子就喜欢得不得了。他催陆成渊结婚可不是1天2天了，现在直接抱上孙女，简直一步到位。于是第二天，林妍妍没能继续跟着陆成渊去上班，这可把他愁坏了，头顶的呆毛都耷拉下来。没有我在，爸爸要是遇到危险怎么办呀？可一听陆老爷子说准备了好多精致糕点，林妍妍的小耳朵立刻动了动。糕点，这个可以有。这时管家从外面走进来，恭敬地走到陆浩宇身边。小少爷，苏家的苏婉清小姐想见您。很快，一个妆容精致的少女走了进来，先是笑着跟陆老爷子问好，然后甜甜地喊了一声浩宇哥哥。陆浩宇却只是冷冷应了一声，搞得苏婉清有些尴尬。他这才注意到林妍妍，好奇地问陆爷爷，这孩子是？林妍妍正专注地吃着糕点，被问到才抬起头。眼前的少女长得很漂亮，可林妍妍却皱起了小眉头。在她眼里，苏婉清的灵魂透着一股腐烂的气息，整个人都被黑灰色的气体笼罩着。若不是确定对方是活人，也没被邪祟附身，她早就一巴掌呼过去了。你好臭呀！林妍妍实在受不了那股腐朽味，小手捂住鼻子，一脸嫌弃，头顶的呆毛都往后倒去。这话让陆老爷子有些尴尬，却没责怪林妍妍，只是淡淡解释：“这是妍妍，我们家的小孙女。”陆浩宇却没忍住，扑哧一声笑了出来，因为他也能闻到苏婉清身上的味道。这下他可以确定林妍妍跟自己一样能看到人的灵魂，这让他生出一种找到同类的感觉。不同的是，他从小就把这个秘密藏在心里，直到家里遭遇变故，被陆家收养后，才开始有意识地操控黑暗中的影子，想查清当年家里出事的真相。再看林妍妍，这会儿连吃糕点的心情都没了，不停挪着小屁股，想离苏婉清远一点，连睡衣上的兔耳朵都透着抗拒。陆浩宇看在眼里，觉得格外好笑。苏婉清表面上装作落落大方，心里却气得不行。这死孩子竟敢这么侮辱我！等我嫁到陆家，一定要让他知道谁才是这里的主人。没想到林妍妍直接把小叉子一扔：“爷爷，我吃饱了，我要上楼玩玩具。”在陆老爷子宠溺的目光中，林妍妍一阵风似的跑回房间，睡衣上的兔耳朵像是逃离猎人的小动物，瞬间活了过来。回到房间，她立刻反锁房门，拿出冥界手机拨通了黑白无常的电话。很快，屏幕上出现一黑一白两个面无表情的帅哥，一脸嫌弃的看着他。林妍妍伸出小胖手指着两人：“你们两个大骗子，不是说人间没危险吗？这里除了难看的女鬼，吓人的淹死鬼，现在还有讨厌的臭臭人。”黑无常一脸鄙夷：“这也叫危险？离我们的预期还差得远呢。”白无常却堆起笑容：“小阎王大人，我们相信您。过阵子我们还打算直播您的驱邪全过程，您一定要加油呀！”林妍妍一听，两只小胖手捂住嘴：“我的天，这些下属是要造反吗？居然给我一个小奶帮安排这么难的任务，那以后岂不是要丢脸丢到全冥界？”他身后的兔耳朵都耷拉下来，委屈的在床上打了个滚，不知不觉又睡着了，嘴里还嘟囔着：“都怪爸爸在外面招蜂引蝶。”而被念叨的陆成渊此刻正在开车去机场的路上。
他远在国外旅游的老妈和姐姐妹妹听说他有了女儿，都迫不及待要赶回来。这会儿他已经开出城区，周围没什么车，车速很快，渐渐的四周的空气变得潮湿，挡风玻璃上凝结出一层细密的白霜。陆成渊只好打开雨刷器，心里有些纳闷，大太阳天的，又没下雨，怎么会有水珠？他不知道此时的后座正坐着一个人影，脑袋低垂，周身的水汽不断向他蔓延，双手缓缓抬起，只差一点就要碰到他的脖颈。而另一边，睡梦中的林妍妍突然心头一紧，这是灵魂深处的预警。他猛地睁开眼睛，周身瞬间弥漫起黑暗气息，瞳孔变成了血红颜色，眼前闪过无数画面，最终在一条公路上锁定了陆成渊的位置。可他现在是小奶包形态，没法瞬间移动，只能用一种危险的方式去救爸爸。灵魂出窍，林妍妍扑通一声倒回枕头，看似还在睡觉，灵魂却已经飞了出去。等林妍妍赶到时，陆成渊的车速已经飙到了280迈，可他丝毫没察觉不对劲，水汽蒙住了他的眼睛，根本看不到周围的景物在飞速后退。林妍妍想都没想，对着后座的人影挥出小拳头，趁我不在就欺负我爸爸，打死你！按理说，再凶的鬼魂也该交由18层地狱处置，哪怕他身为小阎王也不能越权。然而这次他是真的气急了，随着人影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当即化作一缕黑烟消散，林妍妍也支撑不住消失在了车内。陆成渊这才注意到仪表盘指针快要指向300，瞬间惊出一身冷汗。回想刚才那种毛骨悚然的感觉，他的世界观几乎崩塌。平复了好久心情，他才继续驾车赶往机场。跟陆老爷子一样，陆老太太和2个姑姑一见到林妍妍，就彻底被这小奶团子征服了。当天下午就拉着她去了迪士尼乐园，要把她打扮成最可爱的小公主，还顺便带上了2个拎包的仆人，自然是陆成渊和陆浩宇。林妍妍本来玩得不亦乐乎，耳边却突然传来一个讨厌的声音：“浩宇哥哥，你们也在这里呀？”看到苏婉清朝着这边走来，她的包子脸瞬间皱成一团。怎么又是他？好臭呀！陆浩宇第一个发现他的异样，嘴角勾起一抹不易察觉的笑，悄悄凑近他耳边：“妍妍不喜欢他吗？哥哥帮你赶他走好不好？”林妍妍本来还对这个便宜哥哥有点抵触，一听这话立刻眼前一亮。好呀好呀，哥哥快去吧。眼看苏婉清离他们不到10米，那股臭味若有若无的飘过来，林妍妍迫不及待地伸出小胖手，在陆浩宇脸上拍了拍。换做别人，这一巴掌下去怕是活不过今晚。陆浩宇咬了咬后槽牙，转身拦在苏婉清面前，脸上挂着优雅的笑容，说出的话却字字扎心：“你走吧，我们一家人出来玩，不希望有外人来倒胃口。”看着讨厌鬼遭雷击似的留在原地，林妍妍满眼崇拜地看着陆浩宇。哥哥也没那么可怕，还这么厉害，以后我要向他学习。不过很快，他的目光就被周围的店铺吸引了。这里五颜六色的真漂亮，不像冥界，除了黑就是白，还冷冰冰的。就在这时，一阵阴冷的风突然吹过，林妍妍头顶的呆毛瞬间竖了起来。陆浩宇差点没忍住笑出声，却反应极快，在他能看到的地方攥紧拳头，还故意发出轻微的颤抖。林妍妍缩在帽子里的小脑袋飞速运转，注意到陆浩宇苍白的脸色，他愣住了。什么东西能让哥哥这么害怕？很快他就知道了答案，一双红色高跟鞋出现在他头顶，顺着往上看，是一双女人的腿，上面布满黑色斑点，脏兮兮的。再往上是红色的裙边，红衣红鞋，这可是厉害的厉鬼。林妍妍吓得不敢再看，一把抓住陆浩宇的手，心里冒出一个念头：难道陆浩宇也能看到这些？原来不止我一个人害怕。找到知音的感觉还挺好，可他又觉得陆浩宇更可怜。我好歹是小阎王，他只是个普通人，要不要帮帮他？可我自己也很怕呀。正当林妍妍左右为难时，陆成渊走了过来，他吓得魂都快没了。爸爸可是招邪体质，这厉鬼看到他，还不得跟狗看到骨头一样扑上去？他赶紧冲过去抱住陆成渊的大腿。爸爸，带我去厕所好不好？陆成渊嫌弃的撇撇嘴，身体却很诚实，弯腰把他抱了起来。可就在陆成渊转身的瞬间，那个红衣厉鬼居然还转头跟了上来，脸上的表情恨不得把陆成渊吃了。林妍妍吓得紧闭双眼，猛地挥出小拳头，一拳就把厉鬼打散了。可因为没收住力气，他自己也差点从陆成渊怀里掉下去。老实点儿！陆成渊凶巴巴地吼了一句，林妍妍眼圈瞬间红了。他明明鼓起勇气打跑了厉鬼，爸爸却还要凶他。作为惩罚，他决定10分钟不跟爸爸说话。玩了一天，林妍妍和陆浩宇坐在同一辆车里，现在他已经不怎么怕陆浩宇了，同时还有事要问他。哥哥，他神秘兮兮地扯了扯陆浩宇的衣袖，还招手让他低下头。陆浩宇眼中闪过一丝狡黠，看来小家伙上钩了。就听林妍妍奶声奶气地问：哥哥，你是不是也能看到那些东西？陆浩宇装作一脸僵硬，半晌才叹了口气：我小时候生过一场大病，从那以后那些东西就一直缠着我。这话半真半假，林妍妍却十分理解。有些人经历大病或濒死体验后，确实会获得特殊能力。想来陆浩宇就是这样，性格才变得古怪。他拍了拍自己的小胸口，仗义地说：放心吧，以后有我保护你。虽然他现在除了能吃，好像也没什么其他本事，但身为小阎王，气势必须拿捏住。可到了半夜，林妍妍躺在床上睡得跟小猪一样，阴阳镜另一端的黑无常气得咬牙切齿。我们让他下凡历练，他倒好，全程都是在混吃混喝。白无常也有些无奈，要不我们给他发点任务，或者找个千年老鬼刺激刺激他。他们这些做下属的也太难了，自家小阎王居然怕鬼，说出去简直是冥界最大的笑话。自从知道陆浩宇也能看到邪祟后，林妍妍就不再躲着他了。可这天他一觉睡到上午10点多，起床后没见到陆浩宇，才知道假期结束，他已经去上学了。这一刻，林妍妍突然有点喜欢自己小奶包的身份，不用上学真爽。就在这时，冥界手机突然响了，林妍妍吓了一跳，不会吧？难道是黑白无常给我派任务了？他跑回房间打开手机，果然看到黑无常那张臭脸，手里还拿着一张照片。这是个出逃的恶鬼，你尽快把他抓回来。
回来。林妍妍看着照片上那张丑脸，唰的一下把头扭了过去。这俩家伙绝对是故意的。白无常却补充道：“这恶鬼已经害死5、6个人了，不能让他再在人间作恶。”这下林妍妍没法推脱了，只好硬着头皮扭回头，翻着白眼哆哆嗦嗦的问：“还有别的线索吗？”黑无常报了个地址。林妍妍一听，瞬间垮了脸，这不是哥哥的学校吗？难道陆家是祖传招鬼体质，连养子都被传染了？她闷闷不乐的下了楼。陆老太太正坐在沙发上喝茶，一看到她不高兴的样子，立刻心疼的问：“妍妍怎么不开心呀？是不是想哥哥了？”林妍妍眼睛一亮，瞌睡来了就有人送枕头。奶奶，我想去哥哥的学校玩。陆老太太二话不说就让管家安排车，单独带着孙女出门撒欢，简直太好了。可他们刚出门，陆浩宇就收到了消息，他挑了挑眉，才不信这小奶团子跑来学校是因为想自己，肯定是另有目的的。他刚摆脱苏婉清的纠缠，就朝着校门口走去，远远的就看到陆老太太牵着林妍妍，不停的给他介绍周围的建筑。可林妍妍显然没兴趣，小脑袋东张西望的，像是在找什么。看到陆浩宇过来，小奶团立刻眼睛一亮：“哥哥，我来看你啦，你高不高兴啊？”我信你个鬼！陆浩宇在心里吐槽，脸上却还是笑着迎了上去。林妍妍环顾四周，没发现那个通缉恶鬼的踪迹，就想去教室里找找，可不能让奶奶跟着，万一遇到危险，她顾不过来。于是她撒着娇让奶奶去买小熊玩偶，自己则爬到了陆浩宇怀里。陆浩宇也不拆穿，走到没人的地方才低头问：“说吧，你来我学校干什么？”就见林妍妍趴在他耳边神秘兮兮地说：“我说我是来驱邪的，你信不信？”陆浩宇装作一脸震惊：“你还会驱邪？”林妍妍立刻不高兴了：“你不信？”话刚说完，他突然小脸一僵：“也是啊，现在连恶鬼的影子都没见到，是要丢大脸了。”就在这时，林妍妍突然感觉身后一股凉意袭来，那股凉意像是无数根冰针，顺着林妍妍的脊椎骨一节节往上爬。她头顶的呆毛嗖的一下就立直了，整个人僵在原地。陆浩宇立刻察觉到怀里小家伙的异样，他低头正好对上林妍妍那双写满惊恐的大眼睛。怎么了？他明知故问，声音里带着一丝恰到好处的关切。林妍妍小嘴巴张了张，想说有鬼，又怕吓到这个便宜哥哥，他的小脑袋飞速运转，最后伸出肉乎乎的小手指，指向不远处一棵巨大的梧桐树。哥哥，那里有只好大的毛毛虫。陆浩宇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梧桐树下空空如也，只有斑驳的树影。但在他和林妍妍的视野里，一个半透明的身影正缓缓从树干后飘出，那东西的脸像是被钝器反复捶打过，眼眶里空洞洞的，正是黑白无常给他看过的照片上的那只恶鬼。林妍妍吓得赶紧把脸埋进陆浩宇的怀里，小身子抖得像秋风里的落叶。太丑了，太丑了，比上次那个红衣女鬼还丑，黑白无常绝对是的整我。他心里疯狂呐喊。陆浩宇感受到怀里的颤抖，眼底闪过一抹玩味的光，他伸出手轻轻拍着林妍妍的后背，语气却装作害怕：“毛毛虫在哪里？哥哥怎么看不见？妍妍别怕，哥哥会保护你的。”这话不说还好，一说林妍妍更来气了：“你一个普通人类，拿什么保护我呀？该我保护你才对。”可他现在腿都软了，实在没什么说服力。就在这时，几个穿着同样校服的男生走了过来，为首的那个染着一头扎眼的黄毛，看到陆浩宇抱着个奶娃娃，脸上露出夸张的嘲讽：“哟，这不是我们高冷的陆大学神吗？什么时候改行当奶爸了？”浩宇，这小屁孩谁啊？你私生女？另一个男生跟着起哄。陆浩宇的眼神瞬间冷了下来，周身的气场让那几个男生不由自主的后退了半步。林妍妍从他怀里探出小脑袋，本来就因为害怕恶鬼而心情不好，现在被人叫小屁孩，火气噌的就上来了。他指着那个黄毛，奶声奶气的呵斥：“不许叫我小屁孩，你这个黄毛怪！”噗嗤，周围看热闹的学生没忍住爆笑出声。黄毛的脸瞬间涨成了猪肝色，他恶狠狠地瞪着林妍妍：“小东西，你说谁是黄毛怪？信不信我把你丢出去？”说着他竟然真的伸出手想去抓林妍妍。陆浩宇眼眸一沉，正要动手，怀里的小家伙却比他更快。林妍妍见那个丑丑的恶鬼已经飘了过来，正停在黄毛身后，一双空洞的眼睛死死盯着他。他心里一咯噔，不好，这鬼要害人！也顾不上害怕了。林妍妍对着黄毛的方向猛地挥出小拳头，嘴里还喊着：“坏蛋，不许欺负我哥哥！”他这一拳目标其实是黄毛身后的恶鬼，一股无形的巨力瞬间爆发，那恶鬼连惨叫都没来得及发出，就被这股力量轰得倒飞出去，重重撞在远处的教学楼墙壁上，身影淡了3分。而那个黄毛只感觉一阵狂风从面前刮过，吹得他眼睛都睁不开。等他再睁眼时，整个人已经双脚离地，被一股看不见的力量提溜到了半空中。救命！放我下来！黄毛吓得屁滚尿流，在空中手舞足蹈，周围的学生全都看傻了。这是什么情况？特异功能吧？陆浩宇抱着林妍妍，感受到刚才那一瞬间爆发出的纯粹又霸道的冥府之力，瞳孔微微收缩。这小家伙比他想象的还要强。林妍妍并不知道自己造成了多大的轰动，她只看到那只丑鬼被自己打跑了，暂时没危险了。她得意地拍了拍小手，对着半空中挣扎的黄毛哼了一声：“让你当坏蛋，现在知道本本宝宝的厉害了吧？”陆浩宇怕事情闹大，对着黄毛的方向不易察觉地弹了一下手指，一股阴冷的气息卷过去，黄毛像是被什么东西拖了一下，随即扑通一声摔在地上，虽然没受伤，却也摔了个七荤八素。他连滚带爬地站起来，看陆浩宇和林妍妍的眼神充满了恐惧，仿佛在看什么怪物。鬼有鬼啊！黄毛尖叫一声，带着他那几个小跟班屁滚尿流的跑了。一场闹剧就这么收场，但周围学生看陆浩宇的眼神都变了，充满了敬畏和好奇。陆浩宇却毫不在意，他低头看着怀里一脸得意的小团子，压低声音问：“刚才是你做的吗？”当然啦。
林妍妍挺起小胸脯，一脸快夸我的表情。哥哥，我厉害吧？我把那个坏蛋打飞了。他还以为陆浩宇说的是那个黄毛。陆浩宇笑了笑，没再追问。他抱着林妍妍朝着教学楼的方向走去，边走边说：“既然奶奶去买玩偶了，那我们先去哥哥的教室等他，好不好？”好呀，好呀。林妍妍的目的就是找到那只恶鬼，自然满口答应。她的小脑袋在陆浩宇怀里拱来拱去，四处探查。刚才那一拳虽然重，但并没有让那恶鬼魂飞魄散，只是暂时把他打伤了。他还在这所学校里。陆浩宇的教室在4楼。他抱着林妍妍走进教室时，整个班级瞬间安静下来，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林妍妍身上，有好奇，有惊讶，有八卦。陆浩宇目不斜视，抱着她回到自己的座位。一个戴着眼镜看起来很斯文的女生凑了过来，小声问：“陆浩宇，这是你妹妹吗？好可爱啊！”林妍妍立刻对这个有眼光的漂亮姐姐产生了好感，冲她露出一个甜甜的笑。陆浩宇淡淡的嗯了一声，算是回应。就在这时，林妍妍鼻子动了动，她闻到了一股熟悉的腐烂气息，跟之前那个叫苏婉清的女人身上的一模一样。她皱起小眉头，循着味道看过去，只见教室后门，苏婉清正一脸怨毒的瞪着她。果然又是这个臭臭人。林妍妍小脸一垮，毫不掩饰自己的嫌弃。苏婉清看到陆浩宇对林妍妍温柔的态度，又看到其他同学都在夸林妍妍可爱，心里的嫉妒像毒蛇一样啃噬着她。她深吸一口气，换上一副自以为甜美的笑容走过来。浩宇哥哥，原来你在这里呀！我找了你好久。说着，他就伸手想去摸林妍妍的脸。妹妹真可爱，让姐姐也抱抱。不要！林妍妍想也不想就拒绝了，还往陆浩宇怀里缩了缩。你太臭了，我不要你抱。童言无忌却是最伤人的。苏婉清的脸瞬间青一阵白一阵，精彩极了。周围的同学都听到了，想笑又不敢笑，一个个憋得脸都红了。你这孩子怎么说话呢？苏婉清气的声音都发抖了。陆浩宇则是直接抱着林妍妍，旁若无人的朝着教室外面走去，把苏婉清一个人晾在原地。苏婉清站在那里，感受着四面八方投来的嘲弄目光，指甲深深掐进了掌心。林妍妍，我记住你了。陆浩宇抱着林妍妍来到教学楼的天台，这里很安静，风也很大。说吧，那只鬼是不是跟过来了？陆浩宇直接开口，不再伪装。林妍妍愣了一下，随即反应过来，小脸上写满了你果然也知道的表情。她点了点头，小表情严肃极了。哥哥，那只鬼好丑好凶，它好像盯上这里了。陆浩宇的反应很平淡，他想找替死鬼。林妍妍歪着小脑袋，替死鬼？他生前是在这栋楼上被人推下去的，怨气太重，地府的鬼差抓不住他。陆浩宇解释道，像是在说一件与自己无关的事。只要在同一个时辰，从同一个地方再推一个人下去，他就能摆脱束缚，获得自由。林妍妍听得小脸发白，人间也太复杂了，还是地府好，大家有怨报怨，有仇报仇，打一架就好了，哪有这么多弯弯绕绕？那他想推谁？林妍妍紧张地问。陆浩宇的目光穿过天台的护栏，落在楼下操场上。操场上几个学生正在打篮球，其中一个赫然就是刚才被林妍妍吓跑的黄毛。他盯上他了。陆浩宇说。林妍妍顺着他的目光看去，果然看到那只恶鬼就飘在黄毛的身后，一双空洞的眼睛里满是贪婪和怨毒，周围的阳气很重，他暂时无法靠近，只能远远跟着。不行，不能让他害人。林妍妍立刻正义感爆棚，虽然那个黄毛很讨厌，但罪不至死。他的小阎王职责就是维护阴阳两界的秩序。哥哥，我们快去阻止他。林妍妍说着就要从陆浩宇怀里挣脱下去，陆浩宇却按住了他。不急。怎么不急呀？再晚就来不及了。林妍妍急得直蹬腿。你现在过去只会被他引到别处。陆浩宇的语气冷静的可怕。他的目标是教学楼天台，我们就在这里等。林妍妍想了想，觉得有道理，守株待兔总比满世界找鬼强。可是他看了一眼天台边缘，小腿肚子又开始打颤。这里好高啊，而且一想到等会儿那只丑鬼会出现在这里，他就浑身不自在。陆浩宇仿佛看穿了他的心思，从口袋里掏出一根棒棒糖，拨开糖纸递到他嘴边。别怕，有我在。他的声音很轻，却带着一种奇异的安抚力量。林妍妍愣愣地吃着棒棒糖，甜丝丝的水果味在口腔里弥漫开来，他心里的恐惧好像真的被冲淡了不少。他舔了舔棒棒糖，大眼睛亮晶晶地看着陆浩宇。哥哥你真好。陆浩宇的嘴角勾起一个微不可察的弧度。两人在天台等了很久，太阳渐渐西斜，天色暗了下来，学校里已经没什么人了，变得空空荡荡。一阵阴风吹过，天台的门吱呀一声被推开，黄毛一脸失魂落魄地走了上来，他的眼神空洞，四肢僵硬，像是被人操控的木偶。在他的身后，那只恶鬼紧紧贴着他，一只手搭在他的肩膀上，正推着他一步步走向天台边缘。来了！林妍妍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小手下意识地抓紧了陆浩宇的衣服。不怕。陆浩宇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林妍妍深吸一口气，给自己打气。我不怕，我可是小阎王，区区一只恶鬼，长得丑了点而已，就当是颗烂白菜。眼看黄毛已经一只脚踏出了天台的边缘，随时可能掉下去。林妍妍不再犹豫，她从陆浩宇怀里跳下来，像一颗出膛的小炮弹，朝着恶鬼冲了过去。丑八怪，放开那个男同学！恶鬼似乎没想到会半路杀出个程咬金，还是个奶娃娃。他回过头，空洞的眼眶对准了林妍妍，发出一声尖锐的嘶吼，一股强大的怨气化作实质的黑风，朝着林妍妍席卷而来。这股风足以让普通人的灵魂瞬间被撕碎，林妍妍却只是被吹得倒退了2步，头顶的呆毛被吹得乱七八糟，她气得小脸通红。你还敢
追我的发型，看打！小小的身体里爆发出与体型完全不符的力量，他的小拳头像雨点一样落在恶鬼身上，砰砰砰，每一拳都带着纯正的阎王之力，打得恶鬼身上的黑气不断溃散。恶鬼被打懵了，他在人间作恶多时，连地府的鬼差都奈何不了他，今天竟然被一个3岁奶娃暴打，这简直是奇耻大辱！恶鬼怒吼一声，放弃了对黄毛的控制，转而全力对付林炎炎。他张开血盆大口，一股腥臭的黑气喷向林炎炎，林炎炎吓得赶紧闭上眼，胡乱的挥舞着小手，啪的一声清脆的响声，世界安静了。林炎炎偷偷睁开一只眼，发现那只丑鬼已经被他一巴掌扇飞，像一张破画一样贴在了对面的墙上，正在缓缓滑落。搞定！林炎炎拍了拍小手，得意极了。可他还没来得及高兴，就发现情况不对，被解除了控制的黄毛，因为惯性身体已经失去了平衡，整个人直挺挺的朝着楼下倒去。啊呀呀！林炎炎吓得尖叫起来，他离得太远，根本来不及救人。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道黑影从陆浩宇的脚下瞬间延伸出去，如同一条灵活的触手，在黄毛坠楼的前一秒卷住了他的脚踝，将他猛地拽了回来。黄毛咚的一声摔在天台地面上，昏了过去。整个过程快如闪电，林炎炎只看到一道黑影闪过，根本没看清是什么。他愣愣地看向陆浩宇，陆浩宇站在原地，脸色平静，仿佛刚才什么都没发生。哥哥，刚才风大，把他吹回来了。陆浩宇面不改色地打断了他的话。你当我3岁小孩那么好骗吗？好吧，他现在确实是3岁小孩。他还想再问，那只被他拍在墙上的恶鬼却再次嘶吼着扑了过来。他被打散了大半怨气，身影已经变得非常虚幻，但凶性不减。还来！林炎炎这次是真的生气了，打扰他和哥哥说话，不可原谅。他鼓起包子脸，小小的身体里涌出更加磅礴的力量。这一次他没有再用小拳头，而是伸出小小的食指，对着恶鬼轻轻一点地，一声奶声奶气的轻喝，整个空间仿佛都被冻结了。那只恶鬼保持着前扑的姿势，将在半空中动弹不得。这是地府的附魂咒，专门用来对付不听话的鬼魂。林炎炎叉着小腰走到恶鬼面前，仰着小脑袋，一脸严肃的开始训话：“你叫什么名字？为什么从地府逃出来，还敢在人间害人？你知不知道你犯了多大的罪？你长得这么丑，出来会吓到花花草草的，扣分！你打架不讲武德，还搞偷袭，扣分！你还吹乱了我的发型，扣分！恶鬼有点无语，他要是能说话，肯定会大喊一句：“你礼貌吗？”陆浩宇站在一旁，看着眼前这荒诞的一幕，眼神复杂。他能感觉到林炎炎使用的是来自冥界法则本源的力量，这种力量至高无上，不容反抗。这个小奶团子到底是什么来头？林炎炎训完了话，气也消得差不多了。他拿出黑白无常给他的冥界手机，对着恶鬼拍了张照片，然后点了一下遣返按钮，一道金光闪过，恶鬼发出一声不甘的嘶吼，瞬间化作一缕青烟，被吸进了手机里。手机屏幕上跳出一行字：恶鬼已收容，任务完成。他收起手机，屁颠屁颠的跑到陆浩宇面前，献宝似的扬起小脸：“哥哥，我把他抓住了，我厉害吧？”陆浩宇蹲下身与他平视，他伸出手擦掉他脸颊上沾到的一点灰尘，声音很轻：“我们炎炎最厉害。”这是他第一次叫他炎炎。林炎炎的心里像是被塞了一颗棉花糖，又甜又软。他觉得这个便宜哥哥好像也没那么讨厌。就在这时，陆浩宇的手机响了，是陆老太太打来的。浩宇啊，你们在哪儿呢？奶奶给妍妍买了她最喜欢的小熊玩偶，怎么到处都找不到你们？陆浩宇看了一眼地上昏迷不醒的黄毛，又看了一眼一脸天真无邪的林炎炎，平静的回答：“奶奶，我们在天台看风景，马上就下去。”挂了电话，他看了一眼林炎炎，林炎炎立刻会意，跑到黄毛身边，学着电视里的样子，伸出小手在他的人中上掐了一下。黄毛悠悠转醒，他茫然的看着四周，又看了看站在面前的陆浩宇和林炎炎，脑子里一片混乱。我怎么会在这里？他只记得自己好像在操场打球，后面的事就记不清了。你梦游上来的。陆浩宇淡淡的开口。现在滚。黄毛虽然一头雾水，但对陆浩宇的恐惧是刻在骨子里的。他连滚带爬的跑了，仿佛身后有洪水猛兽。危机解除，林炎炎长舒一口气，小身子一软，直接倒在了地上。好累呀！刚才又害怕又紧张，还用了那么大的力气，他现在只想睡觉。陆浩宇走过去，弯腰将他抱了起来。小家伙在他怀里找了个舒服的姿势，蹭了蹭，很快就发出了均匀的呼吸声，嘴角还挂着一抹口水。陆浩宇抱着他走下天台，周围的黑暗中几道无声的影子悄然退去，其中一道青黑色的身影正是青瑶。他远远地看着陆浩宇怀里那个小小的身影，眼中满是震撼。刚才天台上发生的一切，他都看在眼里。那股纯粹的不容置疑的法则之力，这个小奶团子绝非凡人。陆浩宇抱着林炎炎与前来寻找的陆老太太会合。哎呦，我的乖孙女，这是怎么了？玩累了？陆老太太心疼地接过林炎炎，睡着了。陆浩宇说。陆老太太抱着软乎乎的小孙女喜笑颜开，也忘了追问他们为什么会跑到天台去。回去的路上，林炎炎一直睡得很沉。他做了一个梦，梦里他回到了地府，见到了他的冥王爸爸。冥王爸爸还和人间的老爸长得一模一样，只是穿着一身威严的黑色龙袍，周身的气息更加冷峻。爸爸，他迈着小短腿跑过去想要求抱抱，冥王爸爸却只是看着他，眼神里没有宠溺，只有一片深不见底的漠然。炎炎，你在人间的历练才刚刚开始，记住，你的力量既能守护，亦能毁灭，不要被表象所迷惑，人心比恶鬼更可怕。说完，冥王爸爸的身影就消失了。林炎炎猛地从梦中惊醒，发现自己已经回到了别墅的房间里，窗外夜色正浓。他坐起身回想着梦里爸爸说的话，小小的眉头紧紧皱在一起，人心比恶鬼更可怕。他不太明白。就在这时，他房间的门被轻轻推开了一道缝，一个黑影悄无声息地溜了进来。林炎炎吓了一跳，还以为又是哪路鬼怪。可当他闻到那股熟悉的冷冽中又带着一丝温暖的檀木香时，他放下了心。是爸爸陆承渊。陆承渊以为他睡着了，动作很轻。他走到床边，借着月光看着床上那个小小的鼓包。今天江助理拿回来的亲子鉴定报告，他看了不下10遍，
父女关系概率99.99%，这行字像是一道惊雷，劈得他到现在还有些恍惚。他可以肯定自己从未和任何女人有过亲密接触。这个女儿到底是怎么来的？他今晚过来就是想再看看这个凭空出现的女人。看着她恬静的睡颜，小嘴巴还微微嘟着，陆成渊那颗冰封已久的心莫名的软了一角。他伸出手想帮她掖一下被角，可就在他的手即将触碰到被子的时候，原本熟睡的林妍妍突然睁开了眼睛，四目相对，空气瞬间凝固。陆成渊的手僵在半空中，表情管理第一次出现了裂痕。爸爸，林妍妍揉了揉眼睛，奶声奶气的问：“你是来给我讲睡前故事的吗？”陆成渊收回手，清了清嗓子，恢复了那副高冷总裁的模样。我只是路过，看看你有没有踢被子。林妍妍从床上爬起来，光着小脚丫跑到他面前，一把抱住了他的大腿。爸爸，你身上有臭臭的味道。陆成渊的脸一黑，他今天刚从一个酒会上回来，身上沾了些女人的香水味，他自己也觉得难闻，没想到被这个小不点一语道破。什么臭味？不许胡说！他嘴上呵斥着，身体却没有推开他。林妍妍却不依不饶，他的小鼻子在他身上嗅来嗅去，最后指着他的胸口，一脸笃定地说：“就是这里有一只讨厌的虫子，好臭。”陆成渊低头看去，他昂贵的西装上空无一物。他皱起眉，以为这小家伙又在胡闹，可林妍妍却踮起脚尖，伸出小胖手，对着他胸口的位置用力一拍，啪的一声，这一巴掌并没有拍在陆成渊身上，一声凄厉的尖叫只有林妍妍能听见。一只巴掌大小，形如甲虫通体漆黑的虫子虚影被从陆成渊的西装上拍飞了出去，撞在墙上，化作一缕黑烟消失了。那是琴蛊，一种专门用来迷惑人心智的阴邪之物，是酒会上一个对他不死心的女人偷偷下的。普通人若是中了此蛊，不出3日便会爱上尸蛊之人，无法自拔。但陆成渊天生帝王气运护体，这琴蛊根本进不了他的身，只能徒劳地附在他的衣服上。陆成渊自然不知道这些，他只看到林妍妍对着空气打了一巴掌，然后一脸邀功地看着自己。爸，虫子被我打跑啦，你要不要奖励我一个亲亲？陆成渊嘴角抽了抽，他觉得自己有必要带着孩子去看看脑科，但他心里那股莫名的烦躁感似乎真的随着他这一巴掌消散了。他弯下腰将小小的他抱了起来。不许光脚，回床上去。他的语气依旧没什么温度，但动作却很轻柔。林妍妍被他抱回床上盖好被子，他看着陆成渊转身要走，突然开口：“爸爸，你今天是不是很累？”陆成渊的脚步顿住，林妍妍坐起来，大眼睛在黑暗中亮晶晶的。爸爸，我给你唱首歌吧，我唱的可好听了，黑白舞我朋友都夸我。不等陆成渊回答，他就自顾自地唱了起来：“小兔子乖乖，把门开开。”调子跑得能从南天门拐到18层地狱，声音也是奶声奶气的，难听灰墙难听。陆成渊在心里评价，可他却没有走，就那么站在原地静静地听着，直到一曲唱罢，床上那个小小的身影呼吸变得平稳，再次睡了过去。陆成渊站了许久才转身离开，他不知道，就在他关上门的一瞬间，他身后的黑暗里一道身影缓缓浮现，是陆浩宇。他看着陆成渊离去的背影，又看了一眼林妍妍紧闭的房门，眼中闪过一丝晦暗不明的光。琴蛊嘛，看来盯上陆成渊的人越来越多了。他抬起手，几缕黑色的雾气在他指尖缠绕盘旋。青兰，去查查今晚酒会上是谁动的手。一个青面獠牙的身影再次无声地引入黑暗。陆浩宇在走廊里站了一会儿，才转身回了自己的房间。这个家越来越有趣了。清晨的阳光洒进陆家别墅的餐厅，空气中弥漫着牛奶和烤面包的香气。林妍妍坐在特制的儿童高脚椅上，手里抓着一只比她脸还大的肉包子，吃的腮帮子鼓鼓的，像只正在囤粮的小仓鼠。慢点吃，没人和你抢。陆老太太笑眯眯地拿着手帕帮她擦去嘴角的油渍。陆成渊坐在主位上，一边喝咖啡一边看财经报纸，眼神却时不时飘向那个吃得毫无形象的小团子。自从昨晚那驱赶虫子的一巴掌后，他觉得胸口那种莫名的憋闷感彻底消失了，连带着看这小家伙都顺眼了不少。嗨嗨，陆成渊放下报纸，清了清嗓子。既然亲子鉴定结果出来了，有些事情就要提上日程。林妍妍的小耳朵动了动，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她警惕地抱紧了肉包子。爸爸，你要干嘛？是要把妍妍卖掉换糖吃吗？陆成渊嘴角抽搐了一下。我是那种缺钱的人吗？我是说，你该去上幼儿园了。哐当的一声，林妍妍手里的肉包子掉在了桌子上，滚了2圈。幼儿园？她瞪大了眼睛，仿佛听到了什么恐怖故事。是那个要把小孩关在笼子里，还要逼着吃青椒和胡萝卜的地方吗？在地府的时候，黑白无常经常拿送你去人间上幼儿园来吓唬那些调皮的小鬼。据说那里是人间幼崽的刑场，充满了哭闹和被强制午睡的恐惧。不去不去。林妍妍把头摇得像波浪鼓，头顶的呆毛疯狂甩动。我要在家陪奶奶，我要保护爸爸，我才不要去幼儿园受刑。反对无效。陆成渊冷酷无情地宣布：“我已经让人联系了市里最好的私立幼儿园，明天就去面试。”林妍妍嘴巴一扁，眼泪说来就来，大眼睛瞬间蓄满了水汽。呜，爸爸不爱我了，有了后妈就有后爸不对，还没后妈呢你就变心了。我要离家出走，我要回地府回乡下去。看着小团子哭得梨花带雨，陆老太太心疼坏了，刚想开口求情，却被陆成渊一个眼神制止。妈不能惯着他，这个年纪的孩子都要上学。陆成渊语气坚定，但看着女儿那委屈巴巴的小模样，心里还是软了一下，补充道：“只要你乖乖去上学，每天放学我都给你买那家限量的草莓蛋糕。”哭声戛然而止。林妍妍透过指缝偷偷看了陆成渊一眼，吸了吸鼻子。真的还要加一杯全糖的波霸奶茶？成交。一场家庭危机暂时解除，但林妍妍心里还是打着小算盘。等到了幼儿园，本王就把那些欺负小孩的老师都吓跑，看谁还敢收我。吃完早饭，陆成渊起身准备去公司。今天有个很重要的项目要视察，是城西的一块老地皮，准备开发成商业中心。就在陆成渊拿起西装外套穿上时，正在喝牛奶的林妍妍突然眉头一皱，在他的视野里，陆成渊的印堂处竟然萦绕着一团浓
浓郁的黑气，比之前任何一次都要凶险。那黑气中隐隐透着血光，这是血光之灾的征兆。噗噗，林妍妍一口牛奶喷了出来，顾不上擦嘴，手脚并用的从椅子上爬下来，像个小炮弹一样冲过去抱住陆成渊的大腿。爸爸，我也要去。陆成渊低头看着腿部挂件，无奈的揉了揉眉心。我是去工作，不是去玩。那是建筑工地，很危险。就是因为危险我才要去啊！林妍妍急得跺脚，小奶音都破音了。爸爸，你会捣蛋没的？真的，我看得很准，比天桥底下算命的瞎子还准。胡闹！陆成渊只当他是想赖着不分开，板起脸把他从腿上撕下来，塞进陆老太太怀里。在家乖乖听话，晚上回来给你带蛋糕。说完，他大步流星地走出了别墅。爸爸，林妍妍伸着尔康手，却只能眼睁睁看着陆成渊的车绝尘而去。完了，这下真的要出事了！那团黑气里带着浓浓的煞气，绝对不是普通的意外，是有坏东西在作祟。林妍妍急得在客厅里转圈圈，不行，她必须去救驾。可是她的小短腿根本跑不过4个轮子的汽车。就在这时，一道修长的身影背着书包从楼上走下来，是正准备去学校的陆浩宇。林妍妍眼睛一亮，像是看到了救星，她冲过去一把抱住陆浩宇的腿，仰起头，大眼睛里写满了祈求。哥哥，快带我去追爸爸，爸爸要死了！虽然这话听着很是大逆不道，但陆浩宇看到了林妍妍眼底真正的焦急和恐惧。自从昨天见识过这小丫头的本事后，他对林妍妍的话从不怀疑。怎么回事？陆浩宇蹲下身低声问道。爸爸身上有好多黑气，还有血，我们要快点去，不然爸爸就被吃掉了。林妍妍急得快哭了。陆浩宇眼神一凛，他看了一眼正在厨房吩咐午餐的陆老太太，当机立断，一把抱起林妍妍，从侧门溜了出去。管家备车，我不去学校了，带妹妹去追我爸，他文件落家里了。陆浩宇撒谎都不带眨眼的。城西废弃的老纺织厂地块，这里荒废了10几年，杂草丛生，断壁残垣。因为地段好，陆氏集团花了大价钱拍下来，准备拆除重建。陆成渊戴着安全帽，在一群高管和工程负责人的簇拥下，走进这片废墟。陆总，拆迁工作本来进行得很顺利，但是最近项目经理擦了擦额头的冷汗，欲言又止。最近总是出怪事，挖掘机经常莫名其妙熄火，工人们晚上能听到女人哭，还有好几个工人受了伤。陆成渊皱眉，我不信鬼神，查清楚是不是人为破坏，或者是设备老化。查了都查了，设备全是新的。经理苦着脸。就在这时，一个穿着灰色长袍、留着山羊胡的中年男人走了过来，他手里拿着一个罗盘，身后跟着2个小道童，看起来仙风道骨。陆总，贫道顾长风受令尊之托，来看看这里的风水。中年男人微微颔首，神态倨傲。陆成渊虽然不信这些，但既然是老爷子请来的，也不好驳面子，便点了点头。有劳顾大师。顾长风拿着罗盘四处走了走，眉头越锁越紧，最后他停在一口被水泥板封住的枯井前，沉声道：陆总，这块地大凶啊！此地乃是白虎闲适的格局，地下压着100年前的万人坑，怨气冲天。若要强行开工，恐怕会血流成河。周围的高管们听得脸色煞白，陆成渊却神色不变。内宜大师之见。顾长风抚了抚胡须，眼中闪过一丝金光。难办，很难办，除非陆总肯出重金，让贫道摆下9转锁魂阵，再以此地主人的鲜血为引，方可镇压。此地主人？陆成渊眯起眼，正是陆总您。顾长风阴恻恻地笑了，只需陆总的一滴指尖血。陆成渊冷笑一声，他在商场摸爬滚打多年，什么牛鬼蛇神没见过，这倒是眼神不正，分明是话里有话，甚至可能就是他在搞鬼。如果我不给呢？顾长风脸色一沉，那就别怪贫道言之不预了。今日正午，阳气极盛转阴之时，必有血光。话音刚落，原本晴朗的天空突然乌云密布，狂风大作，废墟中的杂草疯狂摇摆，发出沙沙的怪声，仿佛无数鬼魂在窃窃私语。轰隆一声巨响，不远处的一面围墙毫无征兆的倒塌，扬起漫天尘土。紧接着，那口被封住的枯井盖板突然炸裂，一股黑色的浓烟喷涌而出，瞬间弥漫了整个工地。鬼啊！工人们吓得四散奔逃，陆成渊身边的保镖立刻围上来保护他，但那黑烟仿佛有生命一般，绕过保镖直扑陆成渊。黑烟中隐约可见一只巨大的由白骨组成的利爪，狠狠抓向陆成渊的咽喉。陆成渊瞳孔骤缩，身体却像被定住了一样，根本动弹不得。这就是妍妍说的危险，千钧一发之际。待何方妖孽，敢动我爸爸！一声奶凶奶气的暴喝穿透了风声，紧接着一个粉红色的小书包从天而降，精准的砸在那只白骨利爪上。砰的一声，书包里装着林妍妍临走前塞进去的一大包旺仔小馒头、2盒纯牛奶，还有她在路边捡的一块板砖。这一击分量十足，白骨利爪被砸得意外，擦着陆成渊的肩膀抓在了后面的柱子上，柱子瞬间被抓出5道深痕。妍妍，陆成渊猛地回头，就看到陆浩宇抱着林妍妍，正气喘吁吁地站在不远处的一堆碎石上。林妍妍挣脱陆浩宇的怀抱，迈着小短腿冲到陆成渊面前，张开双臂挡在他身前，像只护食的小老虎。他抬头瞪着那个顾长风，还有黑烟里的怪物，小脸气鼓鼓的。可恶啊！原来是你这个坏老头在搞鬼！林妍妍指着顾长风大声控诉：你身上好臭，比那个苏婉清还要臭100倍！你是吃粑粑长大的吗？顾长风被骂得一愣，随即大怒：哪来的野孩子，坏我好事！他手中拂尘一挥，口中念念有词：天地无极，乾坤借法，给我起！随着他的咒语，那团黑烟翻滚得更加剧烈，渐渐凝聚成一个身高3米、浑身长满黑毛、青面獠牙的怪物。这是黑煞尸魔，是顾长风用49个横死之人的怨气炼制
制而成的邪物，刀枪不入，力大无穷。吼尸魔发出一声咆哮，震得所有人耳膜生疼。陆浩宇冲过来，想要拉走陆承渊和林妍妍。快走，这东西很危险。他能看到这尸魔身上的怨气几乎凝成了实质的铠甲，比之前遇到的任何鬼怪都要强。走，今天谁也别想走。顾长风阴笑道：陆承渊，你的命格太硬，正好用来祭炼我的尸魔，祝他大成。尸魔迈开大步，每走一步地面都跟着颤动。他抬起巨大的脚掌，朝着三人踩了下来。陆承渊脸色苍白，但他第一反应是将林妍妍护在身下。浩宇，带妹妹走。我不走。林妍妍从陆承渊怀里钻出来，她看着那个巨大丑陋的尸魔，心里其实怕得要死。呜，这也太丑了，而且好高大，感觉一口就能把妍妍吃掉。但是爸爸在身后，冥王爸爸说过，阎王一怒，浮尸百万，流血千里。虽然他现在只是个小阎王，还是个奶团子，但也不能丢了地府的脸。不许欺负我爸爸！林妍妍闭上眼睛，深吸一口气，调动体内那股沉睡的属于阎王本人的力量。她的眉心处隐隐浮现出一朵妖冶的彼岸花印记，闪烁着幽红的光芒。给我跪下！随着这声怒吼，林妍妍猛地睁开眼，双瞳瞬间变成了纯粹的血红色，一股来自幽冥地狱的恐怖威压以她为中心，瞬间爆发，天地变色。原本嚣张跋扈的尸魔，在那股威压降临的瞬间，巨大的身躯猛地一降，他眼中的凶光瞬间变成了极度的恐惧，那是下位者对上位者本能的臣服。咔嚓，尸魔的双腿膝盖直接碎裂，庞大的身躯轰然跪倒在林妍妍面前，把地面都砸出了2个大坑。他瑟瑟发抖，连头都不敢抬，嘴里发出类似小狗呜咽的求饶声。全场死寂。陆承渊傻了，陆浩宇惊了，顾长风更是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这怎么可能？顾长风惊恐的后退。我的黑煞尸魔怎么会给一个奶娃娃下跪？林妍妍见怪物跪下了，心里的害怕瞬间少了一半。她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走到尸魔巨大的脑袋前，伸出肉乎乎的小手，啪的一声拍在尸魔的脑门上。长得这么丑还出来吓人，你妈妈没教过你要懂礼貌吗？啪又是一巴掌。还想踩我爸爸？我爸爸是你能踩的吗？只有我能踩。哈，以后还敢不敢了说话？尸魔委屈极了，他倒是想说话，可他只会吼啊！而且在这股恐怖的威压下，他感觉灵魂都要被压碎了。林妍妍打累了，转头看向已经吓瘫在地的顾长风。喂，那个吃粑粑的坏老头！顾长风浑身一颤，转身就想跑。站住！林妍妍小手一指，你要是敢跑一步，我就让这个丑八怪把你吃掉！跪在地上的尸魔立刻配合的抬起头，冲着顾长风龇了龇牙，虽然不敢动，但吓唬人还是够的。顾长风腿一软，直接跪在了地上。小姑奶奶饶命，我也是受人指使啊！陆承渊此时终于回过神来，他看着那个站在巨大怪物面前，显得更加娇小的背影，世界观碎了一地，又强行拼凑起来。这真的是他那个只知道吃糖和哭鼻子的女儿？受谁指使？陆浩宇走上前冷冷地问。顾长风颤抖着说：是陆家的旁支陆天明，他说只要搞垮了这个项目，陆总就会被董事会问责，他就有机会上位。陆承渊的脸色瞬间阴沉如水。陆天明，那是他的堂叔。带走。陆承渊对着赶来的保镖下令，几个保镖虽然也吓得腿软，但还是壮着胆子把顾长风架了起来。至于那个尸魔，所有人都看向林妍妍。林妍妍有点犯愁，这东西太大，手机装不下呀，而且这东西是尸体炼成的，不算纯粹的鬼魂，地府也不收垃圾。那个大个子，林妍妍背着小手，一副老干部的做派。念在你认错态度良好，死罪可免，活罪难逃。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皱皱巴巴的贴纸，那是他昨天吃干脆面送的，上面画着一只皮卡丘。他把贴纸啪的贴在尸魔的脑门上，注入了一丝阎王之力。以后你就留在这里看大门吧，谁敢来搞破坏，你就吓唬谁，但是不许伤人，只能吓唬，听懂了吗？尸魔拼命点头，如蒙大赦。变小点，太大了占地方。林妍妍又命令道。尸魔立刻听话的收缩身形，最后变成了一只黑色的哈巴狗大小，只是长得依然很潦草。好丑！林妍妍嫌弃的撇撇嘴，以后你就叫旺财吧。堂堂黑煞尸魔就这么成了工地的看门狗。处理完这一切，林妍妍那股威风劲儿瞬间泄了气，她觉得好饿好困，头也好晕。爸爸他转过身，血红的瞳孔已经变回了正常的黑色，只是眼神变得迷离起来。陆承渊赶紧冲过去接住他软倒的小身子。妍妍你怎么了？陆承渊的心脏狂跳，那种恐惧比刚才面对尸魔还要强烈。爸爸，我饿了。林妍妍虚弱的蹭了蹭他的胸口，我想吃肯德基要全家桶。说完小脑袋一歪，彻底晕了过去。去医院快！陆承渊抱着女儿发疯一样冲向车子。医院 VIP 病房，医生给林妍妍做了全套检查，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体力透支加上低血糖，睡一觉吃点东西就好了。陆承渊坐在病床边，看着挂着点滴的女儿，神色复杂到了极点。陆浩宇站在窗边，看着窗外的夜色，不知道在想什么。浩宇，陆承渊突然开口：今天的事封锁消息。我知道。陆浩宇转过身，那个顾长风已经被控制住了，至于那些工人，我会安排封口费，并签保密协议。陆承渊点了点头，目光再次落在林妍妍的小脸上。这孩子到底是什么人？陆浩宇沉默了片刻说：不管他是什么人，他都是为了救你，而且他是真的很喜欢你这个爸爸。陆承渊心中一震，是啊，那小小的身躯挡在他面前的时候，没有丝毫犹豫，跟陆承渊伸出手，轻轻抚摸着女儿柔软的头发。不管他是谁，以后都有我护着。林妍妍这一觉睡得很沉，等她醒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中午了。一睁眼就看到床头柜上堆满了各种零食玩偶，还有那一桶心心念念的肯德基全家桶。哇！林妍妍瞬间垂死病中惊坐起，一把抓过一只鸡腿就往嘴里塞。慢点吃。陆承渊推门进来，手里还端着一碗热腾腾的粥。看到爸爸，林妍妍嘴里的鸡腿都不香了。她想起昨天自己好像暴露了本性，爸爸会不会把她当成怪物扔掉啊？她小心翼翼地看着陆承渊，试探着问：爸爸
爸，你怕不怕我？陆成渊走到床边坐下，看着他嘴边沾满面包糠的小花猫样，拿纸巾帮他擦了擦。怕什么？怕你太能吃，把我家吃穷。林妍妍眨了眨眼，你不觉得我是个小怪物吗？我力气很大的，还会打怪兽。是挺怪的。陆成渊一本正经的点头。不过既然是我陆成渊的女儿，有点特殊才华也是正常的，毕竟你爸我也不是一般人。林妍妍愣了一下，随即咯咯咯的笑了起来，扑进陆成渊怀里，把油乎乎的小手在他昂贵的衬衫上蹭啊蹭。爸爸最好啦，妍妍最喜欢爸爸。陆成渊看着衬衫上的油印子，嘴角抽了抽，但还是忍住了没把它丢出去。好了，吃完东西收拾一下。陆成渊说，幼儿园面试推迟到了下周，这几天你在家休息。耶！爸爸万岁！林妍妍欢呼。然而平静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太久。3天后的深夜，陆家别墅突然陷入了一片死寂，那种寂静很不正常，连窗外的虫鸣声都消失了，空气粘稠的像浆糊一样。林妍妍是被一股极其恶心的味道熏醒的，她揉着眼睛坐起来，发现房间里弥漫着一股绿色的雾气。可，好臭啊！是谁在放屁？林妍妍捏着鼻子跳下床，她推开房门，发现走廊里也是这种绿雾，而且她感觉到整个别墅都被一个巨大的结界封锁。爸爸、哥哥、奶奶，她喊了几声，却没人回应。林妍妍心里一慌，赶紧跑到隔壁陆成渊的房间，推开门，她看到了让她目眦欲裂的一幕。陆成渊躺在床上，面色发黑，眉头紧锁，显然是陷入了极度痛苦的梦魇。而在他的床头蹲着一个只有半个身子的女鬼，正伸着长长的舌头，想要舔舐陆成渊的额头吸取阳气。住嘴！林妍妍大喝一声，冲过去就要动手。那女鬼转过头，露出一张只有半张皮的脸，对着林妍妍发出尖锐的笑声。嘻嘻嘻，小阎王，我家主人说了，今天就是你的死期。话音刚落，房间的窗户猛地炸裂，4个身影从窗外跳了进来，一个是浑身滴水的水鬼，一个是烧得焦黑的火鬼，一个是舌头拖地的吊丝鬼，还有一个是没有脑袋的无头鬼，加上床头的那个半身鬼，正好凑齐了5鬼索命阵。这5个鬼身上的气息，每一个都比之前的黑煞尸魔还要强上一些，显然是有备而来，又是那个坏老头的主人。林妍妍小脸紧绷，他虽然厉害，但毕竟年纪小，肉身尚未长成，同时对付5个这种级别的厉鬼，还要保护昏迷的爸爸，实在是有点吃力。哥哥呢？林妍妍四处张望，却没有感应到陆浩宇的气息。别找了，那个半阴之体的小子已经被困在镜中界了，自身难保。半身鬼阴笑道：今天没人能救你们。5个厉鬼慢慢逼近，将林妍妍和陆成渊包围在中间。林妍妍推到床边，小手紧紧抓着陆成渊的手。爸爸别怕，妍妍会保护你的。他从口袋里掏出那部冥界手机，想摇人，结果一看屏幕无信号。靠，这破手机关键时刻掉链子，我要投诉电信，不对，投诉明信。林妍妍气得想摔手机，既然摇不到人，那就只能拼了。林妍妍深吸一口气，从脖子上摘下一个挂坠，那是一个黑色的玉哨子，是她出生时那个不靠谱的冥王爸爸送给她的保命符。你们这些丑八怪，既然找死，那本王就成全你们。林妍妍将玉哨子含在嘴里，用力一吹，呜一声苍凉古老，仿佛来自九幽深渊的哨音响起。刹那间，别墅的地板开始震动，陆成渊床底下的影子突然沸腾起来，像是一锅煮开的沥青。紧接着，一双巨大的燃烧着幽蓝色火焰的手从影子里伸了出来，一把抓住了离得最近的水鬼，撕拉，就像撕一张纸一样，那个强悍的水鬼直接被撕成了2半，连惨叫都没发出来，就被那双大手拖进了影子里，嘎嘣嘎嘣的嚼碎了。剩下的4个鬼吓得魂飞魄散。这是什么东西？影子里缓缓升起一个穿着黑色盔甲、手持巨斧的幽灵骑士，他没有头，脖腔里燃烧着蓝色的火焰，这是冥界守护神将无头骑士的一缕分身。敢伤无主者，杀无赦。一道沉闷的声音在空气中回荡，无头骑士挥舞巨斧，如同砍瓜切菜一般，瞬间将火鬼和吊丝鬼斩杀。那个半身鬼见势不妙，想要逃跑，却被无头骑士掷出的锁链勾住脊椎，硬生生拖了回来，一脚踩碎。转眼间5鬼已去其4，只剩下那个无头鬼，瑟瑟发抖的缩在墙角。林妍妍叉着腰指挥道：大个子，留个活口，我要问话。无头骑士立刻停手，一把抓起无头鬼，像提小鸡一样提到林妍妍面前，说你们的主人到底是谁，在哪里？林妍妍奶凶奶气的问。无头鬼虽然没有头，但肚子上长了一张嘴，他哆哆嗦嗦的说：在城北的乱葬岗，主人在设坛做法，要夺取陆家的气运。城北乱葬岗。林妍妍记住了这个地址。大个子，把它吃了当宵夜。无头骑士很听话，一口吞掉了无头鬼。危机解除，无头骑士对着林妍妍单膝下跪行了一礼，然后重新融入了影子中。林妍妍这才松了口气，一屁股坐在地上。刚才吹那个哨子几乎耗尽了他所有的力气。就在这时，陆浩宇一脸苍白的冲了进来。妍妍，爸，你们没事吧？他刚才被困在镜子里，费了好大劲才打破镜子逃出来。哥哥你来晚啦，坏蛋都被我打跑了。林妍妍虚弱的挥了挥小手。陆浩宇看着满屋子的狼藉，还有空气中残留的恐怖气息，心中震撼不已。他走过去检查了一下陆成渊，发现只是昏睡过去了，并无大碍。妍妍，你知道是谁干的吗？陆浩宇眼中杀意弥漫。那个无头鬼说在城北乱葬岗。林妍妍咬着牙站起来。哥哥你会开车吗？陆浩宇一愣，会一点，怎么了？走，我们去抄了他们的老窝。林妍妍握紧小拳头，敢动我爸爸，我要让他们知道地府的大门朝哪开。夜色中，一辆黑色的越野车驶出了陆家别墅，这一大一小2个杀神正朝
朝着城北乱葬岗杀去。今夜注定是个不眠之夜。而在城北乱葬岗的一处阴暗祭坛前，一个穿着黑袍的神秘人突然喷出一口鲜血。五鬼阵破了，怎么可能？神秘人抬起头，露出一张布满诡异纹身的脸。陆家竟然有高人坐镇，好，很好。既然如此，那就别怪我请出那位了。他转身走向祭坛深处的一口血红色的棺材，眼中闪烁着疯狂的光芒。大战一触即发，黑色的越野车在通往城北的公路上狂飙，像一头失控的野兽。哥哥刹车，那是油门不是刹车啊！林妍妍两只小手死死抓着安全带，整张脸都被惯性甩得变了形，头顶的呆毛被风吹得像个螺旋桨。驾驶座上的陆浩宇脸色苍白，额头上全是冷汗，但他握着方向盘的手却稳如磐石。闭嘴！我正在找感觉。陆浩宇咬牙切齿，他智商极高，看过几次司机开车就记住了操作流程，但这可是实战啊！我没被鬼打死，先被哥哥撞死了。林妍妍欲哭无泪。我要是变成鬼，一定先去投诉驾校。好在深夜的路上没什么车，在陆浩宇几次惊险的漂移过弯后，那片阴森的乱葬岗终于出现在眼前。这里荒草丛生，连月光照在这里都显得惨白，空气中弥漫着一股令人作呕的腐臭味。无数绿色的鬼火在草丛间跳跃。陆浩宇一个急刹车，车尾甩出一个漂亮的弧度，停在了乱葬岗的入口处。到了。陆浩宇长舒一口气，感觉手脚都在发抖。林妍妍解开安全带，推开车门跳了下去。她深吸了一口这里的空气，小眉头皱得紧紧的。好浓的死气，那个坏蛋果然在这里。两人一前一后，向着乱葬岗深处走去。越往里走，阴气越重，周围的树木长得张牙舞爪，像是一个个扭曲的鬼影。突然，前方出现了一片空地，空地中央摆放着一口血红色的棺材，棺材周围插着7面黑色的旗帜，上面画着诡异的符文。那个穿着黑袍的神秘人正站在棺材前，手里拿着一把还在滴血的匕首，嘴里念念有词：天地无光，万鬼听令，血棺开，尸王现。随着他最后一声大喝，那口血红色的棺材盖板猛地弹飞，一股浓烈的血腥气冲天而起，后一只长满了红毛的大手从棺材里伸了出来。紧接着，一个身穿清朝官服、面色青紫、獠牙外翻的僵尸跳了出来，他浑身散发着令人窒息的尸气，每跳一步，脚下的土地都会变成焦黑。红毛僵尸。陆浩宇瞳孔一缩，他在古籍上看过，这是修炼了100年的僵尸王，刀枪不入，力大无穷，而且极其嗜血。黑袍人转过身，看到林妍妍和陆浩宇，阴恻恻的笑了。来得正好，我的小宝贝刚醒，正好缺2个童男童女打牙祭。林妍妍看着那个红毛僵尸，小脸却垮了下来。怎么又是这种丑东西？你们反派是不是审美有问题？有没有长得好看点的鬼吗？黑袍人被噎了一下，随即大怒：死到临头还嘴硬，宝贝，撕碎他们！红毛僵尸咆哮一声，双腿一蹬，像一颗炮弹一样冲向两人。哥哥躲开！林妍妍推开陆浩宇，自己却不退反进。她小小的身躯在巨大的僵尸面前，就像一只小蚂蚁，但这只蚂蚁是带刺的。吃我一记阎王铁头功！林妍妍猛地跳起来，小脑袋上覆盖着一层金色的光芒，狠狠撞向僵尸的肚子。砰的一声闷响，红毛僵尸被撞得倒退了好几步，但并没有倒下，反倒是林妍妍被反震力弹了回来，一屁股坐在地上，捂着脑门，眼泪汪汪。好硬！这东西是石头做的吗？见状，陆浩宇立刻操控影子影附，无数黑色的影子像蛇一样缠住僵尸的双腿，试图限制他的行动。但这红毛僵尸力气太大，双腿一震，嘣嘣嘣，影子瞬间断裂。没用的，我的宝贝水火不侵，万法不破。黑袍人狂笑，僵尸再次扑来，这一次他的目标是陆浩宇，那锋利的指甲离陆浩宇的咽喉只有几厘米。敢动我哥哥！林妍妍怒了，她从地上爬起来，小手在虚空中一抓，生死簿现。虽然他的法力被封印了大半，召唤不出真正的生死簿，但召唤一个投影还是可以的。一本散发着古老气息的黑色虚影书册出现在他手中，林妍妍拿着那本比他脑袋还大的虚影书册当成板砖，照着僵尸的后脑勺就呼了过去。让你欺负人，让你长红毛，让你不剪指甲。啪啪啪，每一击都带着直击灵魂的痛楚。生死簿乃是阴曹地府的圣物，专克一切阴邪之物，那所谓的万法不破在生死簿面前就是个笑话。红毛僵尸被打得嗷嗷直叫，抱头鼠窜，刚才还威风凛凛的僵尸王，现在像个被家暴的小媳妇，缩在角落里瑟瑟发抖。黑袍人看傻了，这特么是什么打法？拿着神器当板砖拍，太暴殄天物了吧！你也别闲着。林妍妍拍晕了僵尸，转头看向黑袍人，他小手一挥，生死簿虚影化作一道流光，直接砸在黑袍人的脸上。黑袍人惨叫一声，被砸得鼻梁骨粉碎，仰面倒地。陆浩宇立刻冲上去，一脚踩在黑袍人的胸口。快说，到底是谁指使你的？黑袍人吐出一口血沫，眼神怨毒。你们以为这就结束了吗？太天真了，我只是个开路的，真正的大人已经盯上了陆承渊的帝王命格，你们都要死。说完，他突然咬碎了藏在牙齿里的毒脑，脑袋一歪，气绝身亡。死了。林妍妍跑过来，踢了踢他的脚。真没劲，还没开始审问呢。陆浩宇脸色凝重，线索断了，但他刚才说真正的大人，看来背后还有更大的势力。林妍妍看着天空，原本遮住月亮的乌云慢慢散去。不管是谁，只要敢动我爸爸，我就让他后悔来到这个世上。林妍妍握紧小拳头，奶凶奶气的发誓。随后他看了一眼那个还在发抖的红毛僵尸，掏出冥界手机。喂，110吗？
哦，不对，是黑无常叔叔吗？这里有个红毛怪，没人要了，你们来收一下垃圾。挂了电话，林妍妍打了个大大的哈欠。哥哥，我好困，我想回家睡觉觉。陆浩宇看着瞬间从女战神变回小奶包的妹妹，眼神柔和下来，他弯腰抱起她走向那辆越野车。好，我们回家。经过乱葬岗一战，陆成渊的身体奇迹般的恢复了，而且精神比以前更好了。虽然他并不知道具体过程，只以为是女儿的福气冲散了晦气，所以为了感谢林妍妍的救命之恩，他决定亲自送林妍妍去参加幼儿园面试。这是一所贵族幼儿园，来面试的孩子非富即贵。面试室里3个老师坐成一排，笑眯眯地看着林妍妍。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呀？我叫林妍妍，小名妍王。妍妍。林妍妍坐在小椅子上，2条小短腿悬在半空晃啊晃。那妍妍有什么才艺要展示吗？比如唱歌跳舞，或者背古诗？诗期待地问。林妍妍想了想，唱歌她怕把老师送走，跳舞只会跳大神，背诗只会背往生咒。我会看相。林妍妍眼睛一亮，老师你印堂发黑，最近是不是总丢东西呀？中间的女老师愣了一下，随即惊讶道：你怎么知道？我昨天刚丢了钱包，今天早上又找不到车钥匙了。因为有个调皮的小鬼正骑在你脖子上呢。林妍妍指了指老师的肩膀，他觉得你的项链好看，想借去玩玩。老师只觉得脖子一凉，脸色瞬间白了。小朋友，这玩笑可不新开啊！站在门外的陆成渊扶额，最后在陆成渊的超能力攻势下，真实情况是捐了一栋图书馆。林妍妍还是顺利入学了。开学第1天，林妍妍背着粉色小书包，雄赳赳气昂昂地走进了向日葵小班。我是林妍妍，以后这里的糖果归我管，谁不服？她一进门就发表了霸气宣言。角落里一个小胖墩站了起来，他是班里的小霸王，叫王小虎，仗着体格壮硕，经常抢别的小朋友零食。你是新来的吗？把你的巧克力交出来。王小虎走过来，想要推林妍妍，林妍妍纹丝不动，反而是王小虎像撞在了一堵墙上，一屁股坐在地上。你敢推我，我要告诉我爸爸。王小虎大哭起来，林妍妍翻了个白眼，就知道哭，羞羞脸。就在这时，教室里的灯突然闪烁了几下，一阵阴风吹过，窗帘无风自动，小朋友们吓得尖叫起来。林妍妍却看得很清楚，窗外飘着几个孤魂野鬼，正趴在玻璃上对里面做鬼脸，想吓唬小孩吸取点恐惧气。无聊。林妍妍走到窗边，对着那几个鬼挥了挥小拳头，嘴型无声地说滚。一股属于阎王的威压释放出一丝丝，那几个鬼吓得差点魂飞魄散，连滚带爬地逃走了。教室里的灯恢复了正常，王小虎止住了哭声，呆呆地看着林妍妍。虽然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他本能地觉得这个新来的妹妹好厉害。以后你当我的小弟。林妍妍从口袋里掏出一颗大白兔奶糖，剥开塞进王小虎嘴里。这块地盘我罩着。王小虎含着糖拼命点头。就这样，林妍妍只用了1天时间，就成了向日葵小班的大姐头。她不仅帮同学找回丢了的橡皮擦，其实是被小鬼藏起来了，还准确预言了午餐有鸡腿，瞬间收获了一大批迷弟迷妹。陆成渊来接她放学的时候，看到一群小朋友围着自家女儿喊老大，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他这女儿是不是有点太社牛了？平静的日子总是短暂的。半个月后，江城的天空突然变得灰蒙蒙的，明明是白天却看不到太阳。陆氏集团总部大楼顶层总裁办，此时的陆成渊正在开会，突然感到一阵强烈的心悸，窗外的天空瞬间黑了下来，仿佛一块巨大的黑布罩住了整座城市。怎么回事？停电了？不对，你看外面天全黑了。员工们惊慌失措。陆成渊走到落地窗前，瞳孔骤缩，他看到无数黑色的气息从城市的4面8方涌来，汇聚在陆氏大楼的顶端，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黑色漩涡。而在漩涡中心，一双猩红的巨眼缓缓睁开，俯视着整座大楼，如同看着一群蝼蚁。陆成渊，本座等你很久了。一道宏大而阴冷的声音直接在所有人脑海中响起，紧接着一道黑色的光柱从天而降，直接击穿了楼顶的防御，将陆成渊笼罩其中。陆总，江助理想要冲过去，却被弹飞。陆成渊只觉得身体一轻，整个人不受控制地飞向那个黑色漩涡。就在这时，正在幼儿园和小弟们分享辣条的林妍妍，手中的辣条突然掉在了地上。爸爸，他感应到了，那是爸爸的气息正在急速衰弱，而且这股邪恶的力量是幽冥鬼王。林妍妍的小脸瞬间变得煞白，这可是冥界通缉榜上排名第1的超级大反派，也是当年趁着冥王闭关企图颠覆地府的罪魁祸首，没想到他竟然逃到了人间，还盯上了爸爸的帝王命格。如果让他吞噬了爸爸的命格，那他就能重塑肉身了。到时候不仅人间要生灵涂炭，连地府都要遭殃。不行，我要去救爸爸！林妍妍冲出教室，正好撞见赶来的陆浩宇。陆浩宇也感应到了不对劲，直接从学校翻墙出来找他。妍妍，大楼那边。哥哥快，那是幽冥鬼王，我们要去拼命了！林妍妍这一次没有哭，也没有撒娇，眼神里燃烧着前所未有的战意。陆浩宇二话不说，背起林妍妍，拦了一辆出租车，去陆氏大楼，1万块，给我以最快时间赶到。陆氏大楼顶层天台，狂风呼啸，黑云压顶。陆成渊被黑色的锁链捆在半空中，脸色苍白如纸，他的身上正有一丝丝金色的气息被抽离出来，那是他的气运，也是他的命。而在他对面悬浮着一个身穿黑金龙袍的男人，他长相妖异，眉心有一道黑色的火焰印记，正是幽冥鬼王。多么美味的帝王之气呀！鬼王贪婪地吸了一口，只要吞了你，本座就能成为3界至尊。休想！一声怒喝传来，天台的大门被撞开，陆浩宇背着林妍妍冲了上来。放开我爸爸！林妍妍从陆浩宇背上跳下来，小小的身体挡在鬼王面前。鬼王低头看了他一眼，轻蔑地笑了。
哦哟，这不是那个还没断奶的小阎王吗？怎么你也想来送死？我是来送你回老家的。林妍妍不再保留，她咬破舌尖，喷出一口精血。以无之血，万无真身，阎王敕令，封印解除。轰隆隆，一道耀眼的红光从林妍妍体内爆发出来，光芒散去，那个3岁的奶团子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身穿红衣手持判官笔眉心盛开彼岸花的绝美少女虚影。虽然身体还是半透明的，但那股威严的气势却让整个天台都在颤抖。这是林妍妍燃烧生命力换来的短暂真身，有点意思。鬼王眯起眼睛。可惜你现在的力量连全盛时期的1/10都不到。杀你足够了。林妍妍挥动判官笔，在空中画出一个巨大的沙字。给我去！金色的沙字带着毁天灭地的力量冲向鬼王。鬼王冷哼一声，抬手打出一道黑气，两股力量在空中碰撞，爆发出惊天动地的巨响，整座大楼都在摇晃。林妍妍毕竟是强行提升力量，很快就落了下风。她的虚影开始闪烁，嘴角溢出了鲜血。妍妍，被困在半空中的陆成渊看到女儿受伤，心如刀绞。去死吧！鬼王凝聚出一把黑色的长矛，对着林妍妍的心脏刺去。哦不！陆成渊发出绝望的嘶吼。就在这一瞬间，奇迹发生了。陆成渊体内的帝王命格仿佛感应到了宿主的极度愤怒，竟然自行挣脱了鬼王的束缚。一条金色的巨龙虚影从陆成渊背后腾空而起，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龙鸣。昂金龙俯冲而下，一口咬碎了那根黑色的长矛，然后盘旋在林妍妍身边，将她护在中间。陆成渊挣脱了锁链，从半空中落下。他虽然只是个凡人，但此刻他在父爱的加持下，竟然无视了鬼王的威压，冲到了林妍妍身边，一把抱住了即将倒下的女儿。谁也不能动我的女儿！陆成渊的双眼变成了淡金色，他挥起拳头，毫无章法地对着鬼王的脸砸了过去。这一拳凝聚了人间帝王的气运，也凝聚了一个父亲的愤怒。砰的一声，鬼王竟然被这一拳打得倒飞出去，脸上露出了难以置信的表情。凡人竟然能伤我！趁现在，妍妍！陆浩宇在一旁大喊，他用尽全力操控影子，化作无数条锁链，死死缠住了鬼王的四肢。林妍妍在爸爸的怀里睁开眼，看到了那条守护着他们的金龙，也看到了爸爸坚毅的脸庞，他的心里涌起一股暖流，原本枯竭的力量竟然奇迹般的恢复了。爸爸，我们一起打坏蛋！林妍妍握住陆成渊的手，父女俩的力量合二为一，金色的帝王之气与红色的阎王之力融合在一起，化作一道璀璨的光柱，直冲云霄。黑白无常，牛头马面，十殿阎罗，听无号令，万鬼伏捉。随着林妍妍的召唤，天空中打开了一扇巨大的青铜门，无数阴兵鬼将从门中冲出。黑白无常冲在最前面，手中的哭丧棒和勾魂锁链同时挥出。大胆鬼王，竟敢伤我家小主子！拿命来！鬼王彻底慌了，他没想到这父女俩联手竟然能打开地府大门。不，我不甘心！在漫天神佛鬼将的围攻下，在林妍妍和陆成渊的合力一击下，幽冥鬼王发出了最后一声惨叫，身体彻底崩碎，化作漫天黑雨，消散在天地间。危机解除，乌云散去，阳光重新洒在江城的大地上。林妍妍因为透支力量，真身消散，又变回了那个3岁的小奶团子，软软的倒在陆成渊怀里睡着了。陆成渊抱着失而复得的女儿，看着同样狼狈却露出笑容的陆浩宇，一家3口在天台上紧紧相拥。3年后，江城第一小学，听说了吗？1年级有个新生。入学第1天就把高年级的校霸给训哭了。你是说林妍妍？那可是个狠角色，听说他家里的背景不简单。别乱说，他爸爸是陆氏集团总裁，哥哥是天才少年陆浩宇，惹不起。操场上，6岁的林妍妍背着手，像个老干部一样巡视着自己的领地，他的身后跟着一条只有巴掌大的黑色小狗，那是曾经的黑煞尸魔旺财。旺财，那边那个小鬼又在吓唬女同学了，去咬她屁股。汪汪汪！旺财欢快地冲了过去。校门口，一辆黑色的迈巴赫停下，陆成渊从车上下来，手里提着一个粉色的保温壶。这几年，他已经彻底从高冷霸总变成了女儿奴。妍妍放学了，爸爸带你去吃火锅。还有我。陆浩宇也走了过来，他现在已经是大学生了，越发帅气逼人，但面对妹妹时依然是一脸宠溺。林妍妍看到爸爸和哥哥，欢呼一声，扑进了陆成渊怀里。爸爸，今天我要吃5盘羊肉。好，吃10盘都行。夕阳下，父女3人的背影被拉得很长很长。人间有爱，便是最大的守护。至于地府那边，冥王看着空荡荡的大殿，叹了口气。这丫头看来是乐不思蜀了。罢了，就让她在人间多玩几年吧。反正只要她开心，哪怕是把天捅个窟窿，我也能给她补上。